大家好，我是专业主持人姚哥姚一瑶，各位先来点热情的掌声鼓励。今天的主题是主持到一半麦克风没声音怎么办？每10次的活动里面至少会有2到3次会有这种状况。如果你急着想要知道结果应该怎么处理的话，你可以直接跳到这支影片结论的章节。通常呢，主持新手跟老手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就能够分辨出来。新手会纠结在于麦克风没声音怎么办，老手就会把重点放在怎么去制造出更多引起共鸣的声音。主持它不是一场高尔夫球赛或者是网球赛，少了球拍或者是球杆就没有办法进行比赛。主持是只要比赛还能够进行，就算我要拿榔头来比赛也可以。对于主持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声音能不能被听见，所以麦克风只是辅助并且放大声音的工具。不过也不是说可有可无，像是张惠妹、阿妹如果开演唱会，尽管她的声音再大声，也不可能让她不拿麦克风在小巨蛋里面扯开嗓子唱吧。接下来呢，我要分享这几个例子都是我真实经历过的。有一个活动是大陆来台湾的展演交流记者会，那在前面的时候呢，都好好的哦，但是呢，在重头戏要举杯的时候，麦克风就没声音了。还有呢，有一个活动是得奖人要带着长官们跟他们介绍自己的得奖事迹，然后一边走一边导览，结果讲到一半踢到插头没电。那还有一个呢是演唱会唱到一半全馆大停电，现场超过1000人，该怎么办？我每次遇到这种状况，我都会在想说，唉，怎么会这么的巧？每一次在重要的时刻就会没有声音。这如果不是墨菲定律，就是有人在搞我。殊不知啊，老衲不只有一招，收服这些小妖绰绰有余啊。不过呢，还是会有一种情况会让我很在意，就是呢，没有声音的当下，所有的人哦都会看着我，那个眼神就好像在说，你怎么可以让麦克风没有声音？这时候我就想问你了。你去连锁卖场花了400元，然后换到一只眼歪嘴斜、负责丑联盟的角色，奇怪耶，那个丑娃娃又不是我做的，为什么要一副那一种要我负责的眼神啊？所以我现在学会了，只要麦克风一没有声音，我就会立刻转向今天在开场之前影响我心情的那一个人。这时候呢，所有的观众眼光就会看向他。那你可能会问说，还有人会在开场之前影响主持人的心情吗？有啊，很多好不好？想知道有哪些状况的朋友，请在影片底下留言。想知道白目人。好了，我统整了几个麦克风没有声音的原因。第一个，用的是古董级的拖拉式音响，它最容易被手机的4G、5G 来干扰。第二个呢，还有发电机没加油。手持麦没换电池，甚至是不小心踢到电源，还是因为多插了一只手机充电，造成全场大停电。唉，但是我坦白说，发生这些问题大家都不愿意。那身为主持人的我们可以做什么？当下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做，因为这不是主持人的问题。但是呢，我的观念是，一场好的活动是所有人一起完成的。活动只要一有状况，大家都应该要一起来解决。麦克风没有声音，活动就会冷场。所以会危机处理的主持人非常的重要。那有脑袋又有外表的主持人更是重要。再说回我刚刚讲的大陆来台湾展演的这一场记者会，在活动最高潮要举杯敬酒的时候，麦克风没声音。跟我一起主持的大陆主持人就看着我说：“这话筒没声了。”这时候我的脑海快速浮现2种假设。第一个，如果我当下什么事情都不做，你可以想看看这个大陆主持人回去之后会怎么跟他身边的朋友说台湾有多落后。第二个，我想的是，如果我顺利化解了这个状况，我不仅帮了执行单位，更是帮地主队保留了面子。所以为了不漏气，我就请大家一起倒数3秒钟，然后全场喊好大啦！除了把当下的气氛做满之外，也可以让全场充满声音。所以我一开始才会说，老手会把重点放在如何制造出更多有共鸣的声音。好，那化解这些问题有几个原则。第一，
莫急莫慌莫害怕。试想，如果你是主办单位，在场上唯一能够救这场活动的人是谁？是主持人。所以呢，如果主持人遇到麦克风没声音，也跟着一起慌张的话，那这场活动绝对会是惨不忍睹。我们假设一个状况，婚礼仪式进行到一半，正当新娘子深吸一口气，要说我愿意的时候，礼服慢慢的往下滑。这时候新郎要怎么办 ？A. 在众目睽睽之下，看着新娘的礼服慢慢的往下滑。B. 一把新娘子抱住，用身体帮她挡，一边拉住礼服，一边亲吻她，成为拯救新娘的美国队长。请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你会选择 A 还是 B 呢？应该没有人会选 A 吧？如果选 A 的人，我会合理的去怀疑你，已经不是思维合不合理的问题了。我想你应该是别有用心吧？跟才跟来哦。第二个，从众效应引发共鸣。只要呢场地不大，我就会想办法让大家听到我的声音。但是如果场地太大，我就会制造共鸣，让大家一起发出声音。有一次呢，有一场上千人的演唱会，歌手在台上唱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全馆大停电。我就问说，是惊喜吗？工作人员就说，姚哥，你能帮我们撑一下吗？我们现在也不晓得发生什么状况。噔噔，不晓得发生什么状况。听起来就是要花很多时间来解决。那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你叫我一声哥，我就把你当做自己的弟弟或妹妹，没问题，哥会帮你解决。那因为呢场内一片漆黑，所以呢就开始有人拿起手机，打开手电筒，我就顺势请所有的工作人员也一起点亮手机的灯。接着我就走上舞台，跟歌手说：“现在我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然后观众就一个接着一个的唱，最后变成全场大合唱，同时搭配手机的这点点星光。那一晚虽然停电了好几分钟，但是却是最美丽、最感动的时刻。那我说个题外话，结果大家以后活动遇到状况，都来叫我一声哥。此风不可长，好不好？那其实这是心理学里面讲的从众效应。不论这件事情有多么的荒谬，只要有人做，就一定会有人跟着做。我在念国中的时候，有一次要跟几个同学一起过马路，然后我就说等一下，我们走到中间的时候，就抬头往上面指，大喊。馒头在天上飞哦！当我们喊完之后，旁边的路人就跟着往上看，还问说：“在哪里啊？是不是很荒谬？”所以说，只要能够制造出有共鸣的声音，你就不怕麦克风没声音。第三个，一定要相信伙伴。在活动当中，除了主持人要临危不乱，还要相信你的工作伙伴。主持人要想办法拖时间给后台的工作人员来解决问题。这就像是所有的人都在铁达尼号上面，然后撞到冰山了。这时候杰克跟罗斯还在那边 ，You jump 还是 I jump？ 我就会从他们的头扒下去说：“孩子，船都要沉了，还在那边 jump 来 jump 去，再不 jump 你就不是当 King of the World， 是 King of the Heaven。准备起钩带上天堂吧 ！God bless you。”好了。我的结论就是，主持到一半麦克风没声音，可以理解成麦克风没声音，而不是主持人没声音，不是观众没声音，对吧？也就是说，麦克风没声音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主持人要如何化解这个危机。毕竟，从我刚刚说的这几个例子可以发现，活动不一定只能用麦克风，你可以选择当一个什么事都不做，坐在那边等待的主持人，或者是像我一样，当一个喜欢挑战自我的主持人。因为我觉得活动是一整个团队的事。活动办得好，是所有人一起完成的荣耀。好，这支影片要结束了，谢谢你看完整支影片。我也准备了几个我平常主持的时候会用到的专业表格，你可以加入我的官方 LINE 来免费索取这些表格，希望对你有帮助。我们每周五晚上9点会上最新的影片，请你要打开小铃铛哦，才不会错过最新的消息。我是专业主持人姚哥，姚一姚，下次见，拜拜。